Hello，你好，我是 BB。你的暑假过得还好吗？我过得很好，做了很多放松的事情。最近又想来拍拍影片，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可是又有点不想露脸，还要化妆，好麻烦哦。而且也不太想讲一些太严肃的东西，我自己都快睡着了。所以我就想到，我可以来做鬼月特别节目，这样我就可以假鬼假怪，不用露脸，又可以跟你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又可以拍影片，3个愿望一次满足啊！那今天就是鬼月特别节目，我要来讲一些我自己还有我身边发生的灵异事件。小时候呢，我的阿公阿嬷是住在郊区的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，那间房子真的很大，在我小时候的体感会觉得我从房子这边看不到另外一边，很大，周围都是一些很高的杂草或是树林。小时候阿公阿嬷就住在那边，我有时候会去玩。可是有一天，在我阿公70岁的时候，他从2楼的楼梯跌下来，跌到1楼。那个楼梯很长又很斜，就是直直通到1楼没有转弯的那种楼梯。我阿公是在半夜的时候，因为想要关灯，结果踩空，就从2楼摔下去。我阿公摔在那里，就有点哀嚎，但是我阿嬷听不到，因为房子实在太大了，她在房间里面听不到1楼的声音。我阿嬷不知道阿公跑去哪里，也找不到他，所以等到白天，我阿嬷发现阿公的时候，阿公还活着，可是他的脊椎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于是就瘫痪了。我阿公瘫痪之后，一直都是躺在病床上面，需要别人照顾，一躺就躺了7年左右，才离世，是非常辛苦的晚年。那间房子是我大伯的房子，我大伯是在很久以前用蛮便宜的价钱把那间房子买下来。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我最近才知道，原来我大伯是跟一间旧的工厂买下的。那间房子原本是一间工厂，那间工厂原本的老板投资了很多钱，想要好好做一番事业，也到处跟投资者募集钱。可是没想到有个很大的投资者抽单，突然不愿意投资，于是那个老板就周转不灵，走投无路，就在那个房子里面上吊自杀了。后来那间房子就这样废弃，没有再使用，所以我大伯那时候才用很便宜的价钱把房子买了下来，重新整顿之后给我的阿公阿嬷住。而且也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阿公阿嬷已经搬离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大伯想要把房子整理整理，出租出去。我爸爸特别跑去拍一些照片，以前拍照还是用底片而已，拍的当下并不知道拍到什么东西，只有洗出来才看得到。没想到洗出来的照片，我爸爸说那张照片他一看就非常的害怕，那个照片里面有很多眼睛，而且整个照片的颜色就是非常的诡异可怕，然后又有非常多眼睛。我爸爸把那个照片拿给我亲戚看，他们一看就觉得不行，要赶快销毁，太可怕了，灵异照片。所以那张照片并没有留下来，就摧毁了。而且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为什么我这么后知后觉啊？那间房子周围的杂草，很高的杂草后面，原来是蒙阿波。我都是最近才知道，原来那间房子这么多故事啊。再来是要讲大约在5年前我自己发生的事情。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出租的房子里面，不是现在这个地方。我一个人住，其实我也住得很开心。我住在那个房子大概有3年多，都没怎么样。那有一天早上，大约早上5、6点的时候，我有点在半梦半醒之间就醒来了，天已经亮了。我的身体是在床上，我醒来的时候就觉得，我怎么可以看得到我的房间？整个房间从最左边到最右边，就是有180度的视角。就在那一秒，我觉得自己的意识好像是集中在一个点，大概在这里。我感觉自己是用意识去看见整间房子，而不是用肉眼。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并没有张开，我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，我就觉得自己是一团意识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可能有相同体验的人应该会知道那个感觉。我那时候床是在这里，然后右边有一个很大的书柜，书柜的右边就是门，门外面就是走廊。
书柜会挡住门，所以是看不到门的。可是突然那一秒，我可以看见书柜后面的东西，就是门那边。结果突然那个门就没有打开哦，但是有一个黑影就这样进来。那个黑影是一个人形的黑影，现在回想都有点可怕，怎么办？他就是真的是一个人形，感觉是有头有手有脚，他就是直接穿过门进来，然后又穿过书架在我旁边，这完全就是在1秒之间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在意识状态里面没有什么时间的感觉，很多事情就是瞬间发生的感觉。那个黑影我看不到五官，它真的是一个黑色的影子，感觉是没有物质身体的，有一个黑色影子的气体的感觉在那边，就很像柯南里面的坏人，真的很像那样子。然后他就这样站在我旁边，我就真的快吓死了，然后我就赶快闭上眼睛。可是刚才讲我并不是用眼睛去看到这件事情，我是用意识状态去看到，所以我就是有点把意识挡掉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，尽量不要去看到他那种感觉，非常的害怕，就缩在一团，然后瞬间又睡着了，就非常奇怪。睡完之后起来之后又没事了，这件事情就是想起来还是会怕，然后也让我发现说，原来这种东西它不是只有晚上会出现，它白天也会出现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天亮了，就还是看得到这种东西，真的是蛮可怕的。好，我们来讲点轻松的，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要轻松吗？小明家附近有一间包子店，那间包子非常好吃，非常有名，可是听说是人肉做的，听说吃完那个包子之后考试都会100分，可是会有非常可怕的诅咒降临在你身上。小明为了想要考试100分，有一天就去买包子，一次买了10颗当做明天的便当。他买的时候问那个老板说，老板啊，这个包子真的会有什么诅咒吗？老板就默默地看着他不说话，嘴巴露出一抹邪笑。小明就把那10颗包子放在便当盒里面排好，隔天带去学校。隔天中午的时候，小明蒸完便当，那个便当真的很香，该不会就是人肉做的吧？小明就有点害怕的把那个便当盒打开，一打开发现，怎么只剩下8颗包子？难道诅咒已经开始了吗？然后就把它关起来，太可怕了，不敢想，不敢看。然后轻轻的把盖子再打开一次，怎么只剩下7颗包子？又少了1颗。没想到诅咒已经开始了，我都还没吃包子又把它盖起来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但是小明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就是要考试100分，不管什么诅咒了。于是再度把便当盒打开，只剩下5颗包子。原来是粘在便当盒上面有一个修行人，他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要上山去修行，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一直在打雷，一直在下雨，非常可怕，路上全部都没有人。那个修行人就自己一个人独自上山，山上有一间庙，他想要在那个庙里面好好的静坐打坐一番。他一个人在爬那座山的时候，外面都是乌漆嘛黑的，远方仿佛听到什么狼的叫声。好不容易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有一间小小的杂货店，里面有在卖东西。他想要买一本笔记本，可以在他打坐休息的时候写一下心中的想法。可那个老板脸色非常的苍白，就跟他说，这本笔记本你千万不能翻到最后一页，如果你翻到最后一页的话，就会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。那修行人就说，好，我不会翻到最后一页的，可是我真的很需要这本笔记本，一本多少钱？好，一本100元就可以了。那个面目苍白的老板就再一次提醒他说，你千万不能够翻到最后一页，不然就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。于是那个修行人又继续赶路，一路上都是风雨交加，月黑风高夜晚。修行人终于来到山上的那座庙了，他就坐下来盘腿打坐，笔记本就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开始打坐啊，可是那个风很大，就一直吹，那个笔记本就开始翻页了，翻，终于要翻到最后一页了。那修行人就闭上眼睛不敢看，但是又想说，我真的很好奇他最后一页写了什么。修行人就决定鼓起勇气睁开眼睛看最后一页到底写了什么。定价25元。再来，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心理测验，来测验看看你鬼月的运势如何。半夜12点的时候，外面在下雨打雷，
房间的灯是关着的，整个房间乌漆嘛黑的。你拿起一面镜子，你有2个选择 ：A 是你看着镜子开始梳头 ，B 是你看着镜子开始削苹果。你要选哪一个呢？ A 是梳头 ，B 是削苹果。选好了吗？选 A 的人，开始梳头的人，恭喜你，你的鬼月头发会油油亮亮的，非常健康。选 B 的人，恭喜你，你的鬼月会吃很多苹果，身体也会非常健康。好，我掰不下去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鬼月特别节目。我平常其实没有很喜欢看鬼故事或什么的，但是我去年也拍了一部鬼月特别节目在这里，可以去看看哦。我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事情要跟你分享，可以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不见不散吧。